酸雨降临后，我就没吃过这么新鲜的蔬菜。你这东西还有吗？怎么卖？8块。12块黄金，全给你。牛排给我，都给我。你这么豪横的吗？大哥，现在是酸雨第7年，最紧缺的物资就是食物。钱是世界上最没用的废纸，擦屁股都嫌硬。起初，没有人料到这场酸雨会下上整整1年，包括我。直到酸雨化成巨浪，吞没整个城市，我眼睁睁看着酸雨灌进我的地窖。我死了，死在地窖里，怀里抱着3罐午餐肉，浑身被酸雨灼伤，皮肤溃烂流脓，连最后一声求救都发不出来。铁门被砸开的那一刻，我看见了苏兰，她就站在那群曾经和我称兄道弟的村民中间，嘴角挂着一丝我看不懂的笑。我拼尽最后一点力气想说什么，喉咙却像被砂纸磨烂了一样，只发出一阵含混的气音。小远啊，小远，你藏了这么多好东西，怎么不早点拿出来呢？你看，你要是早交出来，也不至于这样。他从我怀里拿走了那3罐午餐肉，站起身，头也不回地走了。我的视线开始模糊，最后看到的画面是村民们蜂拥而上，他们把我地窖里仅剩的几包压缩饼干、2瓶矿泉水，甚至那件捂了又捂的防酸雨雨衣都抢了个精光，然后一切归于黑暗。我猛地睁开眼，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头顶不是地窖的木板，而是一片灰蒙蒙的天花板。我躺在一张硬邦邦的床上，身下是发黄的床单，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廉价洗衣粉的味道。这是旅馆。我猛地坐起来，浑身上下摸了一遍，皮肤完好，没有灼伤，没有溃烂，手指关节灵活得不像话。床头柜上放着一部手机，屏幕亮着，显示日期2024年3月15日早上6点47分。我的手开始发抖。末日酸雨降临的那一天是2024年3月17日，也就是说，我还有不到2天的时间。我还没死，不，准确地说，我死了，又活过来了。老天爷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心脏在胸腔里擂鼓一样的跳，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开始回忆前世的每一个细节。酸雨是在3月17日下午2点左右开始下的，最开始只是毛毛雨，人们还以为是普通的降雨，直到有人在外面淋了10分钟，皮肤开始冒烟、溃烂，恐慌才真正爆发。我前世是怎么做的？我像所有普通人一样惊慌失措，跟着人群往超市里挤，抢了几箱矿泉水和方便面，然后躲进了村里那个废弃的地窖。我以为躲起来就安全了，以为只要熬过最初几天，政府就会来救援。结果呢？酸雨下了整整2年，2年里秩序彻底崩溃，通讯中断，电力瘫痪，外面的世界变成了一片腐蚀性的灰白地狱。那些没能及时找到遮蔽的人，要么化成了路边的脓水，要么变异成了只知道追逐血肉的怪物。人们管他们叫腐骨者。而苏兰，那个表面上带着村里人互帮互助，实际上把所有资源都攥在自己手里的女人，用粮食和药品当筹码，把所有人都变成了他的奴隶。我前世辛辛苦苦外出搜集的每一份物资，最后都落进了他的口袋。直到我实在交不出东西，他就煽动村民来抄我的地窖。我握紧了拳头，指甲陷进掌心。这一世我不会再重蹈覆辙。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屏幕亮起，一条消息弹了出来，没有发件人号码，没有头像，只有一行字：田园之心系统已绑定宿主，请于24小时内抵达初始载体坐标，逾期失效。坐标已发送至地图。我盯着这行字看了整整30秒。前世我从未收到过这条消息，是因为我前世的行动轨迹不同，还是因为重生的那一刻触发了什么条件？不管怎样，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金手指系统，重生者标配的外挂。我打开地图，坐标显示在城外30公里处的一个废弃农场。时间不多，我翻身下床，用3分钟洗漱完毕，把旅馆里能找到的所有防雨布和塑料膜塞进背包。这些东西2天后会变得比黄金还值钱。下楼退房时，前台的大姐还在嗑瓜子看电视，对我的匆忙毫不在意。我推开旅馆的门，3月的风带着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天空还是干净的蓝色，阳光温暖地洒在街道上，行人们来来往往，没人知道这座城市的倒计时已经开始了。我拦了一辆出租车，报了农场的地址，车子在城郊颠簸了40多分钟，最后停在一片荒废的农田边上。兄弟，你确定是这儿？确定。我付了钱，推门下车，出租车掉头离开，扬起一片尘土。我站在原地，打量着眼前的景象。这是一座被荒废了至少5、6年的农场，围墙倒塌了大半，
几间破旧的砖房摇摇欲坠，院子里长满了齐腰高的野草。要不是系统给的坐标，我绝对不会多看一眼这个地方。我拨开野草往里走，脚底下踩着什么东西，发出咔嚓一声脆响。低头一看，是一块锈迹斑斑的农机零件，上面还残留着某种机油的痕迹。穿过院子，我来到农场后方的一片空地上，空地中央停着一辆被帆布遮盖的巨大物体，帆布上积满了灰尘和落叶，显然已经在这里放了很久。我走上前，扯住帆布的一角，用力一拉，灰尘簌簌落下，露出了下面的东西。一辆房车，准确地说是一辆改装过的重型越野房车，车身高约3米多，通体哑光灰色，轮胎有我半个人高，车身上覆盖着某种我看不懂的金属装甲。驾驶室上方探出一排探照灯，车顶还安装着太阳能板和一个可折叠的卫星天线，这绝不是普通民用车辆。我绕着房车走了一圈，心跳越来越快。前世我要是早一天得到这辆车，根本不会落得那种下场。手机再次震动。田园之心系统初始化中检测到宿主已抵达初始载体，载体信息：末日堡垒级多功能房车远行号，配备太阳能供电系统、雨水净化装置、基础种植单元、车载工房。核心功能：田园之心未激活，请宿主登车完成身份验证。我深吸一口气，拉开房车的车门，走了进去。车内比外观看起来更加惊人，驾驶区、生活区、厨卫区一应俱全，空间利用的极其合理。驾驶区有2张真皮座椅，仪表盘上密密麻麻全是按钮和显示屏，看起来不像一辆房车，倒像是某种小型飞船的控制台。生活区有一张折叠桌和一张 L 型沙发，沙发可以展开变成一张双人床。墙壁上嵌着一个小型液晶屏，旁边是一排物理开关，上面贴着标签：通风系统、照明系统、温控系统、净水系统。厨卫区有一个微型厨房，电磁炉、微波炉、小型冰箱一应俱全。冰箱旁边是一个干湿分离的卫生间，马桶上方甚至有淋浴花洒。但最让我在意的是生活区后方的一扇金属门，门上没有任何标签，只有一个指纹识别器。我走过去，试探性的把拇指按上去，身份验证通过。金属门无声的划开，露出了后面的空间。这是一个大约6平方米的隔间，四壁都是某种乳白色的金属材质，散发着柔和的光。房间正中央的地板上嵌着一个圆形的凹槽，凹槽里放着一颗拳头大小的种子，种子通体晶莹剔透，像一块未经雕琢的宝石，内部有淡绿色的光芒在缓缓流动，像是有生命一样在呼吸。我蹲下来，伸手触碰了一下那颗种子，指尖触及种子的瞬间，一股温热的能量从指尖涌入身体，沿着手臂一路蔓延到心脏。我听见了一声清脆的提示音，不是从手机里传来的，而是直接在脑海中响起。田园之心已激活，宿主林远，核心载体远行号，当前状态未播种。系统说明：田园之心是世界树的核心种子，种植后将在载体周围生成生态领域，领域内可种植特殊作物，净化酸雨，抵御腐骨者。种子成长需要吸收光耀碎片，碎片可通过消灭腐骨者探索废墟，完成系统任务获取。请宿主尽快完成首次播种。警告：末日酸雨将在48小时后降临，届时未激活的生态领域将无法抵御腐蚀。48小时和我记忆中的时间完全吻合。我握紧了那颗温热的种子，嘴角慢慢勾起一个弧度。前世我什么都没有，只能躲在地窖里等死。这一世，老天爷给了我一辆车、一颗种子，还有整整2天的准备时间。苏兰，这一次我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接下来的2天，我几乎没有合过眼。我把前世2年的生存经验全部调动起来，制定了一份详细的行动计划。第一步，储备物资。我开着远行号返回市区，用银行卡里所有的积蓄疯狂采购粮食、饮用水、药品、燃料、工具、种子、化肥。我把房车里每一寸空间都塞得满满当当。超市收银员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疯子，但我根本不在乎。第二步，寻找光耀碎片。系统告诉我，光耀碎片通常出现在即将变异的人或动物身上。酸雨降临之前，那些体内潜伏着某种特殊因子的人会在末日前夕散发出微弱的能量波动。我按照系统的指引，在城郊的一处废弃工厂里找到了第一个碎片。那是一个流浪汉，蜷缩在工厂的角落里，浑身发着高烧，嘴里不停地说着胡话。他的胸口处隐约透出一丝淡金色的光芒，像是一块发光的琥珀嵌在皮肤下面。我犹豫了大概3秒钟，前世的经验告诉我，这个流浪汉会在酸雨降临后的第3天变异成腐骨者，然后被他生前唯一的同伴一条老黄狗咬断喉咙，那条狗也会被感染，变成一只更加凶残的变异兽。我闭上眼睛，从背包里取出系统奖励的一把短刀。对不起。刀尖刺入流浪汉胸口的瞬间，那道淡金色的光芒从伤口处涌出，在空中凝聚成一颗指甲盖大小的金色碎片，悬浮在我的掌心上方。获得光耀碎片乘1，当前累计10万分之1。10万颗。我深吸一口气，把碎片收好。路还很长。第3步，对付苏兰，这是最重要的一步。前世，苏兰之所以能成为村里的实际统治者，是因为他在末日前3天，恰好从他在外地打工的哥哥那里收到了一批物资：50箱方便面、30箱矿泉水、10几箱药品，还有2台柴油发电机。这批物资让他在末日初期迅速建立了权威。村民们饿着肚子找到他，他用1包方便面换1个劳动力，1瓶矿泉水换1个晚上的服务，1片感冒药换别人藏起来的金银首饰。而我前世交出去的那些物资，最终也成了他囤积的资本之一。这一世，我要在他动手之前，先把他的根给挖了。
3月16日晚上，我回到了村子，远行号被我停在了村外3公里处的一片树林里，用伪装网盖得严严实实。我换了一身普通的衣服，背着一个半空的背包，装作一副落魄的样子，走进了村口。村口小卖部的老赵头探出头来：“哟，小远回来了，这2天去哪儿了？你妈还托我问你来着。”“出去转了转。”我敷衍地笑了笑，脚步没停。我爸妈在我10岁那年就离婚了，妈改嫁到了外地，爸酗酒死了。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村里人对我谈不上多好，但也没让我饿死。这也是为什么前世我一直忍着，直到最后才看清苏兰的真面目。我径直走向苏兰的家，她住在村子中央的一栋2层小楼里，是村里最好的房子之一。门前停着一辆半新的面包车，院子里晾着几件衣服，窗帘后面透出暖黄色的灯光。我敲了敲门，门开了。苏兰站在门口，穿着一件干净的碎花睡衣，头发用发夹别在脑后，脸上带着那种我无比熟悉的笑，温和、关切，恰到好处。小远，你怎么来了？吃饭了没有？兰姐，我最近手头紧，想问问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活能干？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目光在我那个半空的背包上停留了一瞬。先进来吧。我跟着他走进客厅。客厅里收拾得很整齐，茶几上摆着一盘水果和几包零食。一个男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是苏兰的老公王德发。德发，小远来了，想找点活干。王德发看了我一眼，嗯了一声，继续看电视。苏兰给我倒了杯水，在我对面坐下。小远啊，你也知道现在经济不好，活儿也不好找。不过你既然开口了，兰姐肯定帮你想想办法。谢谢兰姐。你这2天去哪儿了？看你瘦了不少。出去找了份工，没干成。我端起水杯喝了一口，装作漫不经心地说：“对了，兰姐，我回来的时候路过物流厂，看到一车货，好像是你的名字，好几大箱呢，是不是德发哥买的什么好东西？”苏兰的表情微妙地变了一下，那批货是他哥哥寄回来的，明天才到。我故意说成今天已经看到了，就是要在他心里种下一颗种子。他以为消息走漏了。哦，那个啊，就是我哥寄回来的一些土特产，不值什么钱。我点点头，没再多问。这样啊，又聊了几句有的没的，我起身告辞。走出苏兰家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栋小楼，嘴角微微勾起。明天那批货不会到了。3月17日凌晨4点，天还没亮，我开着远行号摸到了物流园的后门。前世的经验告诉我，苏兰哥哥寄的那批货是从外地通过长途货运发过来的，会在今天上午8点左右抵达物流园，然后由配送员送到村里。我要做的很简单，提前截胡。物流园的安保形同虚设，一道生锈的铁丝网，我拿钳子剪开一个口子就钻了进去。按照前世苏兰无意中透露的信息，我找到了那辆长途货车，车上的货物堆积如山，我花了20分钟才找到那几箱写着苏兰名字的纸箱。我把它们全部搬到远行号上，然后又从后备箱里拿出几个提前准备好的空箱子，里面塞满了旧报纸和砖头，重新封好，放回原位。这样配送员送到村里的就是一堆废品，而真正的物资全部归我。回到车上，我拆开一个纸箱，方便面、矿泉水、药品、发电机零件，每一样都是末日里最宝贵的东西。系统提示音响起，检测到高价值物资入库，奖励光耀碎片乘10颗金色碎片凭空出现在我的掌心。我靠，截胡还能触发奖励，我咧嘴笑了。看来这一世的剧本和前世完全不一样了。3月17日下午2点，酸雨准时降临。我坐在远行号的驾驶座上，透过车窗望着远处的村子，白色的雨幕从天空倾泻而下，像是有人在天上打翻了一缸石灰水。雨滴落在房车的金属装甲上，发出滋滋的腐蚀声，但车体纹丝不动。系统早就告诉我，这辆车的装甲可以抵御酸雨长达5年。村里传来了尖叫声和哭喊声，有人在外面干活，被酸雨淋了个正着，皮肤开始冒烟溃烂。有人抱着孩子往屋里跑，有人开着车试图逃离，但车子在半路上就熄了火。酸雨对普通车辆的电路系统是致命的。我握紧了方向盘，深呼吸。前世我也是那些尖叫的人之一，这一世我不会了。手机震动，系统消息弹出：末日酸雨已降临，田园之心生态领域自动激活，覆盖范围半径50米。警告：当前生态领域等级为 Level 1，仅能抵御轻度酸雨，请宿主尽快收集光耀碎片，提升领域等级。当前光耀碎片10万分之11。我发动引擎，远行号低沉的轰鸣了一声，缓缓驶出树林。雨幕中，灰色的巨兽开始它的征程。远行号碾过泥泞的乡间小路，朝着村子驶去。我没有打算回村，至少在生态领域等级升起来之前，我不会和任何村民接触。前世的经验告诉我，末日初期的人性比酸雨更加可怕，恐慌会让人变成野兽，
而饥饿会让野兽彻底失去理智。我选择了一个距离村子大约2公里的高地，这里原来是一片果园，地势较高，周围视野开阔，只有一条小路可以上来。果园的围墙虽然倒塌了大半，但地基还在，稍加改造就能成为一个天然的防御阵地。我把远行号停在果园中央，熄火，拉上手刹，然后我走进后舱，打开了那个藏着田园之心的隔间。那颗晶莹剔透的种子静静地躺在凹槽里，内部的绿色光芒比昨天更加明亮了，像是在催促我。我深吸一口气，双手捧起种子，走出房车。雨水落在我的头顶，然后在距离我身体大约10厘米的地方，像是撞上了一层看不见的屏障，无声地划开了。这就是生态领域的保护效果。我在果园中央找了一块相对平整的土地，蹲下来，用手挖了一个浅浅的坑，泥土被酸雨浸透，呈现出一种不正常的灰白色，摸上去像是湿透的骨灰。但系统告诉我，田园之心会净化周围的土壤，只要种下去，一切都会改变。我把种子放进坑里，用土覆盖，然后站起身，等待1秒、2秒、3秒，地面开始震动。起初只是轻微的颤抖，像是远处有一辆重型卡车驶过，然后震动越来越剧烈，我脚下的土地开始龟裂，一道道裂缝从种子的位置向外蔓延。我下意识地后退了2步，一道刺目的绿光从裂缝中喷涌而出，直冲云霄。那光芒如此强烈，以至于灰白色的雨幕都被撕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露出了一小片久违的蓝天。绿光持续了大约10秒钟，然后缓缓消散。当我的视线恢复时，面前的景象让我彻底呆住了。那颗种子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棵大约2米高的树苗。树苗的树干是银白色的，表面覆盖着某种类似鳞片的纹路，摸上去温热而光滑。树枝向4面8方伸展，每一根枝头都挂着几片翠绿色的叶子，不是普通树叶的那种绿，而是一种近乎发光的、充满生命力的翠绿。雨水落在树叶上，发出嗤嗤的声响，但树叶毫发无损。相反，我注意到雨水在接触树叶之后，似乎变得清澈了一些。田园之心已成功播种，生态领域覆盖范围半径100米。100米足够了。我站在树苗旁边，环顾四周，以树苗为圆心，半径100米的范围内，酸雨的腐蚀性明显减弱了。雨水落在领域内的土地上，虽然还在冒着白烟，但不再像外面那样滋滋作响。系统面板上多了一个新的界面，种植界面。一个虚拟的网格浮现在我眼前，覆盖在果园的土地上。网格上标记着不同的颜色区域，绿色代表适合种植，黄色代表需要改良，红色代表无法种植。目前绿色区域大约占了整个领域的30%，基本上就是树苗周围的一圈土地。我在绿色区域里选了10个点位，每个点位间隔大约2米。然后我从房车里取出提前准备好的种子，玉米、土豆、小麦，按照系统的提示把它们种了下去。种子入土的瞬间，系统界面上的计时器开始跳动。3天，正常情况下1季玉米需要3到4个月，而在田园之心的领域内只需要3天。我笑了笑，接下来的几天我过得忙碌而充实。白天，我开着远行号在周围探索，搜寻物资和光耀碎片。酸雨虽然致命，但生态领域的保护让我可以在雨中自由行动，只要不离开领域超过10分钟，就不会受到伤害。我找到了3个光耀碎片，一个在一只被酸雨灼伤的野狗身上，那狗已经半死不活了，我给了它一个痛快；一个在一棵即将枯死的老槐树里，树干中心散发着微弱的金光，我用斧头劈开树干取了出来。最后一个最危险，一个活人，那是一个中年男人，浑身被酸雨灼伤，倒在一辆翻倒的面包车旁边，他的身体已经开始变异，手指变得细长而弯曲，指甲脱落，露出下面黑色的骨质。杀了我！我闭上眼睛，扣动了扳机，3个碎片加上之前的11个，一共14个，距离10万还差99986个。任重道远，晚上我回到远行号，打开车内的供暖系统，舒舒服服地洗了个热水澡。房车的净水系统把酸雨收集起来，经过多层过滤和净化，变成了可以饮用和洗漱的清水。洗完澡，我从冰箱里拿出2块牛排、几个鸡蛋和一把青菜，在电磁炉上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系统奖励的种植单元里已经长出了第一批蘑菇和豆芽，虽然量不多，但足够我改善伙食了。我坐在沙发上，一边吃着牛排，一边看着窗外的雨幕。远处村子的方向，偶尔能看见几束手电筒的光柱在黑暗中晃动，像是溺水者伸出的手。我知道他们很艰难，但我不打算现在就去帮忙，不是因为冷血，而是因为时机未到。前世的经验告诉我，末日初期的人心是最混乱的。如果我这个时候出现在他们面前，带着一辆能够抵御酸雨的房车和一个能够种植粮食的生态领域，他们会把我当成救世主吗？不，他们会把我当成一个可以抢夺的目标。我要等他们绝望到极点，等饥饿把他们的骄傲和尊严彻底摧毁，等苏兰的谎言和欺骗暴露在所有人面前，然后我再出现，
那时候他们才会真正的服从。第7天，系统弹出了一条新消息：警告，检测到腐骨者正在接近生态领域，数量3，预计到达时间2小时。我的心跳加速了一拍。来了，前世第一批腐骨者大约在酸雨降临后的第10天出现，这一世提前了3天，大概是因为田园之心的能量波动吸引了他们。我放下手里的泡面碗，走到武器柜前，取出了系统奖励的那把短刀和一把弩。短刀刀刃长约30厘米，通体银白色，刀柄上刻着某种我看不懂的符文。系统告诉我，这把刀对腐骨者有额外的伤害加成。弩是折叠式的，射程大约100米，配有1盒20支的钢制弩箭。我检查了一遍装备，然后走出房车。2小时010分钟后，我看到了他们，3个腐骨者从山坡下面爬了上来。他们曾经是人类的纸浆，大片大片的脱落，露出下面黑色的骨骼，眼眶里没有眼珠，只有2团暗红色的光芒在缓缓跳动。手指变成了利爪，脚掌扭曲变形，但行动速度却快得惊人。他们闻到我的气息，同时发出一声尖锐的嘶鸣，然后朝我冲了过来。我举起弩，瞄准最前面那个腐骨者的头部，弩箭破空而出，正中目标。那个腐骨者的头颅被弩箭贯穿，暗红色的光芒闪烁了几下，然后熄灭了。他的身体像断了线一样栽倒在地，抽搐了几下，不再动弹。5个碎片，不错。另外2个腐骨者已经冲到了距离我不到20米的地方，我来不及装填第2支弩箭，直接抽出短刀迎了上去。第一个腐骨者挥爪朝我面门抓来，我侧身躲过，反手一刀砍在他的脖子上，刀刃划过之处，黑色的骨骼应声而断，头颅滚落在地。第2个腐骨者趁机扑到我背上，利爪撕开了我的外套。我闷哼一声，抓住他的手臂，一个过肩摔把他摔在地上，然后一刀捅进他的胸口，刀刃刺穿了黑色的骨骼。腐骨者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暗红色的光芒迅速暗淡下去。3个腐骨者，15个碎片。我喘着粗气，靠在树苗上，检查了一下肩膀上的伤口，不深，但需要消毒处理。我回到房车里，用碘伏清洗了伤口，贴上了创可贴。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我叹了口气，照这个速度，收集10万颗碎片，至少需要消灭2万个腐骨者。整个城市的人口也就几10万，就算所有人都变成了腐骨者，我也得杀整整2万个。必须找到更高效的收集方式。第10天，我决定回村看看，不是为了救人，而是为了侦查。我把远行号停在果园边缘，披上一件防酸雨斗篷，这是系统用碎片兑换的。虽然比不上房车的装甲，但可以支撑大约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我沿着小路下山，朝村子的方向走去。越靠近村子，酸雨的腐蚀性越强，斗篷的表面开始发出滋滋的声响，我能闻到一股刺鼻的焦糊味。村口的小卖部已经关门了，玻璃窗被砸碎，里面的货物被洗劫一空。老赵头的尸体倒在柜台后面，身上盖着一块破布，露出来的手指已经变成了灰黑色。我没有停留，继续往里走。村子里的景象比我预想的更加糟糕，大约1/3的房屋被酸雨腐蚀得千疮百孔，墙壁上布满了蜂窝状的孔洞，街道上散落着各种垃圾和碎屑，一辆翻倒的面包车横在路中间。我看到了活人，几个村民缩在一栋相对完好的砖房里，透过窗户警惕地打量着我，他们的脸色蜡黄，眼眶深陷，嘴唇干裂出血。其中一个认出了我，推开窗户喊了一声：“小远，你还活着！”是隔壁的李婶，前世她对我还算不错，偶尔会给我送一碗热饭。李婶儿，大家都还好吗？好什么好？你走了没几天，就开始下那个鬼雨，老王家儿子回来，浑身都烂了，当天晚上就没了。苏兰呢？她不是有物资吗？苏兰，她是有物资，但她说那是她哥哥用命换来的，不能白给。要吃东西就得帮他干活，男的帮他搬东西修房子，女的帮他。他没有说下去，但我从他的表情里看出了答案。前世他就是这样控制村子的。他现在在哪儿？在他家，他把整个2楼都占了。小远，你手里有没有吃的？李婶不白要，拿东西跟你换。拿着，不要你什么东西。小远，你是个好孩子，你比苏兰那个毒妇强1万倍。李婶，你帮我个忙。李婶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你说，帮我盯着苏兰，看她每天在干什么，见了什么人，说了什么话。我过几天再来找你。我转身离开村子，心里盘算着下一步的计划。苏兰的物资被我截胡了，她撑不了多久，没了立身之本，她必须另想办法，而我就要在她最恐慌时给她致命一击。
救世主任务已触发，任务目标：收集10万颗光耀碎片，合成人工太阳，驱散末日酸雨。任务奖励：世界重启全线成一，宿主的任何愿望将被实现。任务失败惩罚：宿主将永远活在酸雨末世中。当前碎片10万分之247。救世主，前世我连自己的命都救不了，这一世居然要救整个世界。行吧，反正也没有别的选择。从那天起，我的生活进入了一种固定的节奏。白天，我开着远行号外出探索，寻找光耀碎片和物资。我跑遍了城市周边的每一个角落，废弃的工厂、倒塌的商场、被酸雨腐蚀的居民区。每找到一个碎片，系统就会奖励一些有用的物品、种子、工具、药品、武器。晚上，我回到生态领域，照顾作物，升级设施，然后舒服的泡个温泉。田园之心已升到 Level 3，新功能解锁地热温泉。系统利用田园之心产生的能量，在地下加热了一处水源，通过管道引到了地面上，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温泉池。我花了几天时间，用从废墟里捡来的砖石和木材，在温泉周围搭了一个简易的棚子，遮风挡雨。每次泡在温热的水里，看着头顶灰白色的雨幕被生态领域隔开，听着雨水打在棚顶的噼啪声，我都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末日里泡温泉，说出去谁信？但这就是田园之心的好处，它不仅能让作物快速生长，还能创造一个相对舒适的生存环境。第30天，领域内的第一批作物大丰收，玉米、土豆、小麦、大豆，各种蔬菜，满满当当堆了半个房车。系统面板上的库存数字跳动着，我粗略估算了一下，这些粮食足够我一个人吃上整整1年。但我没有打算一个人吃，我开始有计划地接触村民。一开始只是小规模的交易。李婶儿，帮我传个话，果园有干净食物和水，想换的可以来找我。消息传开后，第一个来找我的是村里的老木匠周叔，他拄着一根木棍，蹒跚地爬上果园的小路，浑身上下被酸雨灼伤了好几处，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化脓。小远，听说你这边有吃的？有。周叔，你拿什么换？周叔从怀里掏出一把锤子和几根铁钉。这是我最后剩下的家当了，你看够不够？够了。我看了看那把锤子，做工很精细，是周叔年轻时自己打的。周叔，你坐，我给你弄点吃的。我给他煮了一碗热粥，又拿出一些消炎药和纱布，帮他把伤口处理了一下。周叔吃着粥，眼泪啪嗒啪嗒的掉。小远啊，你不知道这些天我们是怎么过的。苏兰那个毒妇，她把所有粮食都锁在她家2楼，一天只给我们1人1碗稀粥，还让男人们帮她出去找物资，找不回来的就不给饭吃。老张头就是在外面淋了太久，回来没几天就走了。周叔，你回去帮我带句话。什么话？告诉村里的人，我这边有粮食，有干净的水，有药品，想来的随时可以来，但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脱离苏兰的控制，从今以后只听我的。小远，你放心，这话我一定带到。苏兰那个毒妇，我们早就受够了。周叔走后，我站在树苗旁边，看着远处村子的方向，雨幕中那栋2层小楼的轮廓若隐若现。苏兰，你的好日子到头了。消息传开的速度比我预想的快得多。周叔回去的当天晚上，就有3个村民冒着酸雨摸到了果园，他们浑身湿透，皮肤上全是灼伤的水泡，其中一个已经发起了高烧。我没有让他们失望，热粥、干净的水、药品、干燥的床铺。我在房车旁边搭了几个简易帐篷，用生态领域净化过的木材生了火，让他们烤干衣服，处理伤口。小远，你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一个叫刘大壮的汉子跪在地上就要磕头，我赶紧把他扶起来。别这样，大家都是村里人，互相帮忙是应该的。那个苏兰，刘大壮的媳妇抹着眼泪说，他逼我们出去找物资，找到了全交给他，一天就给我们1碗稀粥。大壮前2天找到了1箱罐头，被他知道了，不但把罐头抢走了，还让王德发把大壮打了一顿。我看了看刘大壮脸上的伤，青紫一片，嘴角还在渗血。以后你们就住在这里，不用回去了。可是苏兰那边，苏兰的事我来处理。接下来的日子里，越来越多的村民脱离了苏兰的控制，投奔到我的生态领域。5天之内，果园里聚集了20多个人，10天之内，人数翻了1倍。半个月后，整个村子除了苏兰和他身边的几个死忠之外，几乎所有人都来了。我按照每个人的特长分配了工作，会种地的负责照料作物，会木工的负责搭建住所，
会打猎的负责在领域边缘巡逻，防止伏古者入侵。系统也很给力，每当有新成员加入，就会触发一次奖励。奖励的内容五花八门，种子、工具、建筑材料、医疗用品，甚至有一次直接奖励了一台小型柴油发电机。田园之心吸收了人类信仰能量，领域等级提升中，当前等级 Level 5，覆盖范围半径500米，解锁新功能运输蒲公英。运输蒲公英，这是我这一世得到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它是一种特殊的作物，外形像一朵巨大的蒲公英，但种子不是随风飘散的绒毛，而是一个个拳头大小的微型运输舱。每个运输舱内部有大约1升的空间，可以装载种子、药品、工具等小型物资。更重要的是，运输舱可以按照系统设定的坐标自动飞往全球任何地方。这意味着我不再需要亲自外出寻找碎片了，我可以在生态领域里种植特殊作物，然后用运输蒲公英把作物运往世界各地，帮助其他幸存者。作为回报，系统会根据作物的价值和运输距离奖励我光耀碎片，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我开始大规模种植运输蒲公英，第一批蒲公英成熟后，我收获了50个运输仓。我把仓里装满了经过田园之心强化的特殊种子，这种种子即使在酸雨中也能生长，结出的果实可以净化周围的土壤和水源。然后我按照系统提供的地图，把运输仓发送到了全球最需要帮助的地方：非洲的难民营、东南亚的海岛、南美的雨林、欧洲的废墟。每一个运输仓抵达目的地后，都会自动打开，释放出里面的种子和一份使用说明。运输蒲公英已抵达目标地点，幸存者使用了您的作物，获得光耀碎片乘10。运输蒲公英已抵达目标地点，幸存者使用了您的作物，获得光耀碎片乘10。运输蒲公英已抵达目标地点。系统提示音响个不停，碎片数量开始飞速增长，1000、5000、1万、2万。2个月后，我的碎片数量突破了5万大关，生态领域的等级也水涨船高，从 Level 5一路飙升到了 Level 8，覆盖范围扩大到半径2公里。整个果园和周围的大片土地都被纳入了保护之下，领域内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酸雨被彻底净化，变成了清澈的雨水，土壤从灰白色恢复成了健康的黑褐色，野花野草开始从地里冒出来，空气变得清新，甚至能闻到泥土和花草的香气。村民们把这地方叫做桃园，而我被他们叫做庄主。说实话，这个称呼让我有点不好意思，但看着大家脸上重新出现的笑容，看着孩子们在雨后的空地上追逐嬉戏，看着老人们坐在屋檐下晒太阳，那种感觉比任何系统奖励都让人满足。但我没有忘记苏兰，他还在村子里带着王德发和几个死忠，守着那栋2层小楼和所剩无几的物资。我派刘大壮去打探过几次消息，据说苏兰的情况很不好，粮食快吃完了，王德发也开始跟他吵架，有几个死忠已经偷偷跑来找我投降了。庄主，刘大壮问我，咱们什么时候去把苏兰收拾了？不急，我靠在房车的沙发上握着一个橘子，让他再熬几天，等他彻底绝望了，我们再动手。可是他手里还有几把刀和一根猎枪，万一他狗急跳墙……放心，我有安排。我的安排很简单，断粮。苏兰手里最后的粮食是从村民那里搜刮来的，如今所有村民都投奔了我，他再也没有新的粮食来源，那点存货撑不了多久。果然，又过了5天，黎神跑来告诉苏兰家断粮了。今天早上王德发跟他大吵一架，说要出去找吃的，苏兰不让，2个人打起来了。王德发摔门走了，到现在还没回来。苏兰呢？一个人在家哭了一上午。我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走吧，去见见他。我一个人去的，没有带武器，没有带人，就那么空着手走进了村子。酸雨还在下，但生态领域的覆盖范围已经延伸到了村口，所以走在村里的街道上，我甚至不需要穿防雨斗篷。苏兰家的门虚掩着，我推门进去，看到苏兰坐在客厅的地板上，背靠着沙发，目光呆滞。茶几上放着几个空罐头盒和半瓶矿泉水，地上散落着一些碎玻璃和杂物。他瘦了很多，原本圆润的脸颊凹陷下去，颧骨高高凸起，头发乱糟糟的披散着，再也没有了当初那种伪装的优雅和从容。听到脚步声，他抬起头，看见是我，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小远，他的声音沙哑的不像话。你来看我的笑话？我没有看笑话的习惯。我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兰姐，我们聊聊。聊什么？聊你怎么把我的人都抢走了？聊你怎么在背后搞我？兰姐，你搞错了。我平静地说，不是我抢你的人，是你自己把他们推开的。他沉默了。你知道他们为什么都来投奔我吗？不是因为我有更多的粮食，而是因为我把他们当人看。我给他们吃的，不要求他们跪着谢恩；我给他们治病，不要求他们用命来换。我让他们干活，但干完活我会跟他们坐在一起吃饭聊天。你以为你是什么？救世主？他冷笑了一声，但笑声里没有底气。我不是救世主。我站起身，我只是一个不想再被人背叛的人。兰姐，我给你一个机会，交出你手里上所有的物资和武器，来桃园，我可以给你个住处、一份工作、一口饭吃。条件呢？没有条件，只要你来就是桃园的一员，跟其他人一样。他盯着我看了很久，眼神里有怀疑，有不甘，有愤怒，还有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我不去。他最终说，我苏兰就算饿死，
也不会去给你当手下。随你。我转身走向门口，兰姐，最后送你一句话：末日里活着比什么都重要，面子不值钱。我走出苏兰家，没有再回头。3天后，苏兰来了，她一个人来的，穿着一件破旧的雨衣，手里提着一个编织袋，里面装着她最后的家当。王德发没有跟她一起来，据说那天吵架之后，王德发就再也没有回来。他站在果园入口处，低着头不说话。我走过去，接过他手里的编织袋，递给他一碗热粥，喝吧。他接过碗，手在发抖，喝了一口之后，眼泪啪嗒啪嗒的掉进了碗里。对不起。他小声说。我没有回应，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转身走了。苏兰的事到此为止。我给了他一间单独的帐篷，让他负责照看菜地。他没有再搞任何小动作，只是沉默的干活，沉默的吃饭，沉默的活着。村民们对他的态度很复杂，有些人恨他，有些人同情他，但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无视他，就像他从来不存在一样。这大概就是最大的惩罚了。第60天，系统弹出了一条消息：光耀碎片收集进度87432，距离10万大关还差12000多颗。我加快了运输普供应的投放频率，每天发射100多个运输舱，覆盖全球各个角落。系统奖励的碎片数量开始以每天上千的速度增长。第75天，进度达到了95000；第80天，98000；第85天，光耀碎片收集进度10万。救世主任务第1阶段完成，人工太阳合成条件已满足，是否立即合成人工太阳？我的手指悬在确认按钮上方，心跳如鼓。2年了，前世2年的苦难，加上这一世近3个月的奋斗，酸雨、伏骨者、背叛、饥饿、孤独，所有的痛苦和挣扎，都将在这一刻画上句号。我按下了按钮，一道耀眼的白光从田园之心的树苗顶端喷涌而出，直冲云霄。那光芒穿透了生态领域，穿透了酸雨云层，穿透了大气层，直达太空。我仰头望着那道白光，看见它在天空中炸开，化作一个巨大的光球。光球缓缓上升，越来越高，越来越大，然后它停在了天空的正中央，像一颗太阳，真正的太阳。光芒从光球中倾泻而下，温暖而明亮。灰白色的雨幕在光芒中开始蒸发，化作白色的水汽，升腾、消散，渐渐小了。先是瓢泼大雨变成了中雨，然后中雨变成了小雨，最后小雨变成了毛毛细雨，然后彻底停了。天空中的云层开始裂开，一道一道金色的阳光从裂缝中射下来，照亮了大地。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过真正的阳光了。前世2年，这一世3个月，加起来2年零3个月，700多个日夜，我活在一片灰白色的地狱里，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看到太阳。而现在，阳光就照在我的脸上，温暖的、明亮的、金色的阳光。我闭上眼睛，感受着阳光的触感，它不像温泉那样温热，也不像火堆那样灼热，而是一种从外到内，从皮肤到心脏的温暖。耳边传来村民们的欢呼声和哭泣声。天晴了，天晴了！太阳出来了，真正的太阳！末日结束了，末日结束了！我睁开眼，看见孩子们在阳光下奔跑，老人们跪在地上祈祷，年轻人互相拥抱，流泪大笑。苏兰站在菜地旁边，仰头望着天空，脸上挂满了泪水。我深吸一口气，感受着阳光充满肺腑。末日真的结束了。酸雨停止后的第3天，我带着村民们开始了重建工作。系统的提示音在酸雨停止的那一刻就变了，检测到末日酸雨已终止，田园之心进入休眠模式，生态领域将维持现有范围，但不再扩张。运输蒲公英功能已锁定，救世主任务第2阶段已开启重建文明，请宿主帮助幸存者重建家园，任务奖励将在完成后发放。重建文明这4个字听起来比收集10万颗碎片还要沉重，但我没有退缩。第一步是清理废墟，酸雨腐蚀了大部分的建筑和基础设施，村子里几乎没有一栋完好的房子。我们需要把倒塌的墙体、腐蚀的金属、腐烂的木材全部清理掉，然后在原址上重建。我分配了20个年轻力壮的村民负责清理工作，用从废墟里回收的砖石和木材搭建临时住所。周叔带着几个木匠设计了一种简单但结实的木屋结构，可以在几天内搭建完成。第2步是恢复水源，酸雨污染了所有的地表水和浅层地下水。虽然酸雨已经停止，但土壤和地下水中的酸性物质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自然降解。田园之心给了我一个解决方案。净化井这是一种特殊的井，需要挖掘到地下30米深，然后在井底放置一颗田园之心产生的净化结晶。结晶会缓慢地过滤地下水，去除酸性物质和重金属，使水质恢复安全。我带着刘大壮和几个帮手，花了2天时间挖了一口净化井。当清澈的地下水从井底涌上来的时候，所有人都欢呼了起来。第3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恢复农业。酸雨摧毁了所有的农作物和表层土壤，即使酸雨停止了，土地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肥力。但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几百张嘴等着吃饭。田园之心留下的生态领域是唯一的希望，领域内的土壤已经被完全修复，可以正常种植作物。我让所有有种植经验的村民都参与到春耕中来，
把领域内每一寸可用的土地都种上了粮食，玉米、土豆、红薯、小麦，这些作物在领域内生长迅速，大约1个月就能收获一批。有了这些粮食，我们至少不会饿肚子。日子一天天过去，村子在废墟上慢慢重生，新的木屋一栋接一栋的建起来，围绕着田园之心的树木，形成一个圆形的聚落。净化井周围铺上了石板，变成了村子的中心广场。广场上摆了几张长椅和一张石桌，村民们经常在这里坐着聊天、下棋、晒太阳。我站在树苗旁边，看着这一切，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不是系统奖励的成就感，也不是消灭伏古者的快感，而是一种更深沉、更温暖的东西，大概是家的感觉吧。我从小就没有家，爸妈离婚，爸酗酒死了，妈改嫁后再也没有联系过我。我在村里吃百家饭长大，表面上大家都对我客气，但那种客气里带着一种你不是我们家人的疏离。而现在，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有了家，不是房子，不是土地，而是这些人，这些曾经背叛过我，又被我重新聚拢在一起的人。酸雨停止后的第45天，村子已经初具规模，40多栋木屋整齐地排列着，每栋屋子前面都有一个小小的菜园。广场中央竖起了一根旗杆，上面挂着一面村民们自己缝制的旗帜，绿色的底子中间绣着一棵金色的树。他们把村子叫做新芽村，而我被他们推举为村长。我宁愿他们继续叫我庄主，村长听起来太土了，像个退休老干部，但拗不过他们的热情，我只好接受了。当村长的第一天，我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苏兰村民们联名上书，好吧，没有上书，就是一群人堵在门口，要求把苏兰赶出新芽村。村长，那个毒妇不能留在村里。对呀，他当初害了多少人，老张头就是被他逼死的。还有老王家的儿子，要不是他扣着药品不给，这孩子也不会死。我听着大家的控诉，沉默了很久。苏兰确实做了很多错事，在前世他害死了我，在这一世他也害死了不少人。他造成的伤害比前世小了很多，但那些血债是真实存在的。但我也看到了他在新芽村这2个月的表现，沉默、勤劳，从不惹事。他每天天不亮就去菜地干活，天黑才回来，从来不跟任何人多说一句话。有一次，一个孩子不小心掉进了净化井里，是苏兰第一个跳下去把孩子捞上来。他自己被井水呛得半死，上来之后却只是默默地走开了，连一句不用谢都没说。大家听我说。我站起身，面对着愤怒的村民们。苏兰确实做了错事，但她已经付出了代价。她的丈夫抛弃了她，她的物资全没了，她的健康也垮了。你们看看她现在，还有半点当初那个苏兰的样子吗？村民们沉默了。我给你们讲个故事。有一个人前世被苏兰害死了，重生之后他有机会杀了苏兰，但他没有，不是因为他心软，而是因为他觉得让一个人活着，看着自己曾经拥有的一切化为乌有，看着自己变成一个最普通的人，这才是最大的惩罚。村长，你说的那个人是你自己？刘大壮小声问。我没有回答。让苏兰留下来，但他不再是普通村民，他需要劳动改造，每天多干4个小时的活，粮食配额减半，没有投票权。如果他再犯任何错误，我亲自把他赶出去。这个折中的方案最终被大家接受了。苏兰得知消息后，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鞠了一个躬。那天晚上，我坐在房车顶上，看着天上的星星。酸雨停了之后，天空变得异常清澈，没有工业污染，没有汽车尾气，星星比末日前的任何一天都要明亮。银河像一条发光的丝带横贯天际，星星密密麻麻，像是有人在天上撒了一把碎钻。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星空。身后传来一个声音：村长。我回头一看，是苏兰。她站在房车下面，手里端着一碗汤。我自己熬的，用你种的蘑菇和青菜，谢谢你让我留下来。这碗汤算是谢礼。我接过汤，喝了一口，味道出奇的好。你的厨艺不错。我以前在饭店打过工。他犹豫了一下。村长，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前世害死了你，这一世也做了很多坏事，你应该恨我才对。我不是对你好，我只是不想变成和你一样的人。你前世用恐惧和饥饿控制别人，这一世我想试试用善意和信任。他低下头，沉默了很久。对不起。他说，这一次声音里没有了当初在地窖里的那种虚伪，而是带着一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悔恨。别说对不起了，好好干活，好好活着，这就是最好的道歉。他点了点头，转身走了。我端着那碗汤，继续看星星。
新崖村重建后的第3个月，一切都步入了正轨，粮食产量稳定增长，村民们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我们从废墟里找到了几台完好的太阳能板，经过修复后安装在房车顶上，为村子提供电力。周叔带着几个木匠造了一辆水车，利用溪流的水力带动磨盘，磨出的面粉又细又白。我甚至养了几只鸡和1头猪，从附近的废墟里找到的，它们在酸雨中奇迹般的活了下来，日子过得平静而充实。每天早上，我会在树苗旁边打一套拳，系统教我的，说是能增强体质，延年益寿。然后去菜地转一圈，看看作物的长势。上午处理村子的各种事务，分配粮食，调解纠纷，安排建设计划。下午我会开着远行号出去探索，寻找有用的物资和幸存者。晚上是我最享受的时光，泡在温泉里，喝着自己酿的果酒，看着天上的星星，听着远处的虫鸣。有时候李婶会给我送一些她做的小吃，炸丸子、蒸糕、腌萝卜，味道虽然比不上末日前的大饭店，但胜在新鲜和用心。苏兰的汤也经常出现在我的餐桌上，她的厨艺确实是最好的。后来我干脆让她负责村子的公共食堂，她做的饭菜大家都爱吃。有一天，刘大壮跑来告诉我，海边来了几个幸存者。他们说，海边出了大事。什么大事？他们说，海啸，巨大的海啸，整个沿海城市都被淹了。我的心沉了一下，前世我死在地窖里，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但按照系统的提示和田园之心的能量波动来看，酸雨停止之后，地球的环境并不会立刻恢复正常。温室效应、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这些被酸雨掩盖了的问题，会在酸雨停止后集中爆发，而海啸只是开始。我立刻去见那几个幸存者，他们一共5个人，3男2女，形容枯槁，浑身是伤。其中一个叫陈海的中年男人，是他们的领头人。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临海市。陈海的声音沙哑。我们走了37天。临海市怎么了？没了。陈海的眼中闪过一丝恐惧。整个城市都没了。那天早上，海水突然退了好几公里，有人跑下去捡鱼、捡贝壳，然后他停顿了一下，喉结滚动。然后海啸来了，那堵墙，不，那不是墙，是一座山，海水堆起来像一座山一样，从地平线上压过来。我没见过那么高的浪，得有几10层楼那么高。他把整个临海市都吞了，汽车像树叶一样被冲散，楼房像积木一样倒塌。我跑上了一座山，才捡回一条命。但山脚下的人……他没有说下去。我沉默了很久。按照陈海的描述，那次海啸的规模远超普通的自然灾害。这不是普通的地震或台风引发的海啸，而是某种更大规模的地质火，可能是海底火山爆发，也可能是大陆架断裂，而且这很可能只是开始。我回到房车，打开系统面板，查看了全球环境监测数据，数据比我预想的更糟糕。酸雨的停止导致了全球气温的快速回升，2级冰川融化的速度远超预期，海平面在以每天几厘米的速度上升。更可怕的是，海底的甲烷水合物开始大量释放，导致海水的密度和温度发生剧烈变化，引发了连锁性的地质活动。系统预测，在未来3个月内，全球沿海地区将面临至少5次超级海啸的袭击，而我们这里距离海岸线只有不到100公里，必须迁移。我对村民们宣布，海边发生了超级海啸，虽然我们不在海边，但海啸的能量可能会沿着河道逆流而上，影响到我们这里，我们必须搬到更高的地方去。村民们一片哗然。村长，我们在新崖村好不容易建起了家，又要搬。对啊，海啸离我们这么远，不至于吧？我不想再搬了，我老了走不动。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在新崖村，他们有了房子，有了土地，有了稳定的生活，让他们放弃这一切，重新开始，确实很难。但我经历过一次死亡，知道什么叫做侥幸心理会害死人。大家听我说，我提高声音。我知道你们不想搬，我也不想，但安全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可以重新建房子，重新种地，但如果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最终，村民们同意了迁移。我们用3天时间收拾好所有能带走的东西，装满了远行号和几辆改装过的农用车。田园之心的树苗被我小心翼翼地挖了出来，移植到一个特制的花盆里，放在房车的后舱。苏兰全程没有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帮忙打包、搬运、照顾老人和孩子。迁移的目的地是北面50公里外的一座山，那座山海拔大约800米，山顶有一片相对平坦的区域，面积足够建一个新的村子。更重要的是，山上有一处天然的山泉，水源充足。我们花了整整2天才到达山脚，路况很差，酸雨腐蚀过的路面坑坑洼洼，有几段路甚至完全塌陷了。需要绕行到达山脚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
我让大家在山脚下扎营休息，明天一早再上山。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风声和虫鸣，脑海里反复回放着陈海描述的景象：几十层楼高的巨浪，像一座山一样压过来。如果海啸真的来了，我们能逃得掉吗？50公里的距离够安全吗？如果不够，我们还能往哪里逃？这些问题像虫子一样啃噬着我的神经，让我无法入睡。凌晨3点，我放弃了挣扎，起身走到车外，月光很亮，照在山坡上，把一切都染成了银白色。远处的平原在月光下延伸，一直到天边，和星空融为一体。然后我看到了那个东西，在地平线的尽头有一道白色的线。起初我以为是晨雾或者云层，但很快我就意识到不对，那道线在移动，它在向我靠近。我冲回房车，打开系统面板，调出地形监测数据，数据让我的血液凝固了。警告，检测到超级海啸正在逼近，预计到达时间45分钟，预计浪高80到100米。45分钟，80到100米的巨浪，而我们距离海岸线有100公里，这意味着这股海啸的能量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100公里的距离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所有人起来！起来！全部起来！我冲出房车，疯狂地敲打着每一顶帐篷。海啸来了，快上山！现在，马上！村民们从睡梦中被惊醒，惊慌失措地爬起来，有人哭，有人叫，有人呆呆地站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办。别慌，听我指挥！我吼道：“老人和孩子先走，年轻人带上物资，什么都不要管，只管往山上跑，快！”刘大壮带着几个年轻人组织撤离，我跑到远行号旁边，发动引擎，把车开到队伍的最后面，用车灯照亮上山的路。那棵田园之心的树苗在车后舱里发出淡淡的绿光，像是在为我们加油。20分钟后，大部分村民已经撤到了半山腰。我回头看了一眼平原，那道白线已经变成了一堵墙，一堵顶天立地的由海水构成的墙。它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推进，所过之处，一切都被吞噬，树木、岩石、土壤，在它面前就像纸糊的一样。快跑！快跑！我加大油门，远行号轰鸣着冲上山坡，轮胎在湿滑的泥地上打滑，车身剧烈颠簸。我死死握着方向盘，眼睛盯着前方的路，心脏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10米、20米、50米，远行号咆哮着冲上了半山腰。与此同时，身后传来一声巨响，那是山崩地裂般的声音，整个世界都在颤抖。我回头看了一眼，巨浪已经撞上了山脚，它比我想象的更加恐怖。100米高的水墙携带着摧毁一切的力量，狠狠撞在了山坡上，整座山都在震动，碎石和泥土从山坡上滚落，砸在远行号的车顶上，发出咚咚的巨响。水墙继续向上涌，吞噬着一棵又一棵树，一块又一块岩石。我猛踩油门，远行号像一只受伤的野兽，咆哮着冲向山顶。50米、30米、10米，远行号冲上了山顶的平台。我猛打方向盘，车身横过来，轮胎在地上划出一道深深的痕迹。然后我跳下车，跑到平台边缘，向下看去。巨浪在距离平台不到20米的地方停住了，它像一头被拴住的野兽，咆哮着，翻涌着，但就是无法再前进一步。海水从山坡上退下去，带走了大量的泥沙和碎石，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我瘫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浸透了，心脏还在疯狂地跳。安全了，我们安全了。村民们陆陆续续地爬上了山顶平台，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跪在地上祈祷。苏兰抱着一个孩子站在人群中间，脸上全是泪水。我站起身，走到平台边缘，望着山下那片被海水吞噬的平原。新崖村没了，果园没了，镜花井没了，我们在那片土地上流过的汗水，种下的希望，建起的家园，全都没了。但我们还活着，只要活着，就还有希望。我转身走向远行号，打开后舱的门。田园之心的树苗在花盆里安静地站立着，枝叶在微风中轻轻摇摆。它的绿色光芒比任何时候都要明亮，像是在告诉我，没关系，有我在。我伸出手，轻轻触碰了一片叶子。田园之心已检测到宿主位置变更，生态领域正在重新部署。新领域中心已确认，山顶平台生态领域覆盖范围半径1000米。受海啸影响，领域能量暂时下降，恢复中，请宿主耐心等待领域恢复。在此期间，系统将提供额外的支持和奖励。我笑了，系统还是那个系统，永远在最需要的时候给你一点甜头。我走回平台中央，对着惊魂未定的村民们说：“大家别怕，我们安全了。从现在开始，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新家？有人问：“这里什么都没有啊？”
什么都没有，我们就从头建起。我指着身后的远行号，我们有粮食，有种子，有工具，有这辆车，我们还有……我拍了拍田园之心的树苗，这个树苗发出一阵柔和的绿光，像是在回应我。我们能在果园里建起新芽村，就能在这座山上建起第2个新芽村，而且会比第1个更好。村民们沉默了片刻，然后爆发出一阵欢呼。刘大壮举起拳头，高声喝道：“村长万岁！新芽村万岁！我们一定会重建家园！”我看着这些人的脸，疲惫的、惊恐的，但充满了希望的脸，心里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末日还没有结束，海啸只是开始，后面可能还有更多的灾难，但我不怕，因为我有一辆车、一颗种子、一群愿意跟着我的人，还有一个在背后默默支持我的系统。我转身望向远方，海面在月光下波光粼粼，像一块巨大的银色绸缎。那道曾经吞噬一切的巨浪已经退去，只留下一片狼藉的平原。但在地平线的尽头，我隐约看到了一些东西。新的云层在聚集，不是酸雨云，而是某种我说不清的东西。系统面板上，一条消息正在闪烁：救世主任务第3阶段已解锁。末日之后，警告：酸雨的终结只是开始。地球的环境正在经历巨变，新的威胁正在孕育，请宿主做好准备。任务目标未知，请等待系统进一步提示。预计下一阶段开启时间30天后。我深吸一口气，关闭了面板。30天，我们有1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够了！我转身走向人群，开始分配今晚的住处和明天的重建计划。身后，月光洒满山顶，田园之心的树苗在微风中轻轻摇曳，远处的大海在月光下翻涌，像一头沉睡的巨兽。但我已经不再害怕了，因为我知道，无论前方还有什么，我都不会是一个人。